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唔知道1984喺你心目中係代表啲乜嘢呢？會唔會係你出世嗰年呢？又或者會唔會令你諗起 Swing 一首好好聽嘅歌呢？咁但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1984年出現過嘅一個預言。咁喺嗰年呢，一位一生致力捍衛自由社會、反對極權政府干預經濟嘅經濟學家呢，海耶克，佢講咗一句好經典、好耐人尋味嘅説話。佢就話呢：我唔相信我哋會再有一種好嘅金錢，除非我哋可以喺政府手上拎走發行貨幣嘅壟斷權。但係我哋又唔可能或者好難用武力去咁樣做，所以我哋要揾一個繞道而行嘅方法，創造一種佢哋阻止唔到嘅金錢。咁佢講呢段説話嘅時候，其實係有錄影嘅，所以咧我會貼翻條 link 俾大家去聽翻。咁喺當時咧，由於呢個世界已經正式脫離咗金本位超過10年啦，咁政府咧就無需要 back up 之下可以發行貨幣呢樣嘢咧，已經成為咗常態。咁所以當時咧，好多人都唔係好明佢噏乜嘢。咁但係喺過去呢幾十年嚟咧，我哋見到越嚟越多跡象顯示咧，證明海耶克當時講嘅説話咧，其實係一個預言。跟住我哋講下政府發行貨幣究竟出現咗啲咩問題咧？而家我哋用緊嘅錢咧，大部分其實都唔係實體嘅鈔票，而係銀行電腦入邊嘅一堆數字。而呢啲數字點樣出現嘅咧？就係由中央銀行話事。但係政府本身就係一個入不敷支嘅機器，為咗攞選票咧，各個政黨咧不斷會提出一啲福利嘅政策。咁但係呢啲福利嘅政策咧係需要稅收去維持。咁但係稅收唔夠嘅時候點算咧？就發債，再唔夠咧就印錢。但係問題嚟啦，印得越多咧，錢就越冇價值。我哋而家手頭上嘅錢咧，購買力不斷縮水。講到尾咧，呢啲都係一啲稅嚟嘅，而且係一啲隱形嘅稅，唔需要立法，唔需要通知。直接向所有市民去收取嘅稅，而最受影響嘅咧，往往都係一啲冇乜資產嘅中下階層。佢哋生活成本上升，人工追唔到，儲蓄被稀釋，結果咧就係越嚟越多嘅人咧需要政府去幫忙，需要更加多嘅福利政策去依賴。咁所以政府嘅權力就會越嚟越大。咁當權力集中冇人制衡到嘅時候，就一定會被濫用，一定會腐敗。喺惡性循環之下，貨幣就變咗一種現代奴隸制嘅工具，將我哋慢慢綁住。咁我哋而家知道當時嘅海耶克其實已經睇得好通透，因為當貨幣發行權只係屬於政府嘅時候，人民其實係冇得揀，而冇得揀就等於係被壟斷，壟斷咗就好容易會變壞。佢唔係叫人哋去搞革命推翻政權，因為用暴力解決唔到根本嘅問題，而係佢提出咗一條路，就係繞道而行，可能用創新、用科技慢慢製造一種政府冇辦法封殺到嘅貨幣。雖然當時嘅技術可能仲未成熟，仲未做到呢樣嘢，但係呢一個念頭已經成為咗一粒種子，為人類文明埋下咗一個伏線。喺2009年，大概喺頭先個預言25年之後咧，呢粒種子開始發芽啦。一位網名叫做中本聰嘅人咧，就將比特幣送俾全人類，令到呢個預言成真。咁到底比特幣有咩特別之處咧？就係佢唔需要一啲中央嘅機構去發行，佢亦都有一個總供應量，就係2100萬粒。而且佢係開放俾全世界可以用嘅，公開透明，全世界嘅節點都可以一齊去驗證所有嘢，唔可以隨意被修改造假，亦都冇總公司、冇老細、冇人可以隨意去凍結你嘅資產、你嘅金錢。咁你可以唔鍾意佢，但係你阻止唔到佢。而呢樣嘢咧就係海耶克
當時口中政府阻止唔到嘅金錢啦。喺比特幣出現之前，我哋可能真係冇得揀，但係今時今日，我哋其實係有得揀。所以你可以繼續用法定貨幣去儲存價值，但係要知道佢嘅風險同埋為社會帶嚟嘅後果，又或者去選擇認識比特幣，了解下佢點樣運作，佢背後嘅原理係點樣。最重要係冇人逼你去用，但係我哋應該係有選擇權。至於比特幣會唔會歸零呢？我唔知，但係法定貨幣歷史上100%係會歸零。比特幣唔係完美，亦都唔係萬能，但係佢可以解決現今社會上大部分嘅問題，而且佢亦都係歷史上第一次人類製造咗一種數碼，而且係冇人可以控制到嘅金錢。今日嘅結論就係咧，有得揀咧先係老闆。如果你都同我一樣相信政府壟斷法幣權咧，權力係會被濫用同埋腐敗嘅話咧，就要開始諗下。其實我哋係咪有其他選擇呢？至於1984年嗰一個預言係咪已經實現咗呢？答案咧唔係喺未來，而係喺我哋今日點樣揀。OK， 今日嘅時間差唔多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歡迎留言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